你是否曾经在深夜辗转反侧，思考着为什么自己辛苦工作多年，却始终无法摆脱经济压力？你是否看着周围的人似乎轻而易举地实现财务自由，而你却仍在为房贷、车贷和孩子的教育费用发愁？如果你已年过40，这种感受可能更加强烈。朋友，你并不孤单。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，越来越多的人发现自己被困在中产陷阱或贫困循环中，无法突破。但是，你有没有想过，或许问题的根源并不在于你的努力程度，而是在于你的思维方式和行动策略。今天，让我们一起揭开9个贫穷的原因，深入探讨那些可能阻碍你财务成功的隐形障碍。1、环境的魔咒。每个人都生活在特定的环境中，而这个环境与我们的命运之间存在着微妙的互动关系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你的生活环境可能正是导致你贫穷的重要原因之一？穷人大多生活在穷人中间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他们的心态和思维方式不知不觉地被同化了。他们的话题围绕着打折商品，交流着节约技巧。这种生存智慧固然可贵，但却也在不经意间磨灭了人们的雄心壮志。想想看，当你每天都在为省下几块钱而兴奋时，你还会去思考如何赚到100万吗？当你的朋友们都在讨论如何找到便宜的房子时，你还会去考虑如何投资房地产吗？环境就是这样悄无声息地塑造着我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。更令人担忧的是，穷人对富人往往存在着复杂的心理，一方面羡慕他们的生活，另一方面又本能的抵触。在谈论富人时，穷人常常带着一种讥讽的语气，仿佛在内心深处藏着一把手术刀，随时准备解剖富人的丑陋，以此来凸显自己的优秀。这种心态无疑是危险的，它不仅阻碍了我们理性的认识富人，更重要的是，它阻碍了我们学习富人成功的经验。要知道，即便是最蠢的富人，能够成为富人，也一定有其过人之处。我们应该放下偏见，以开放的心态去学习和借鉴。如果你真的想改变自己的经济状况，第一步就是要突破环境的限制。这并不意味着你要背叛自己的阶层，而是一种自我改造的过程。你需要主动接触不同的圈子，拓展自己的视野，学习新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。2、圈子的重要性。说到环境，就不得不提到圈子这个概念。你有没有注意到，在我们的社会中，人们常常用一个人所处的圈子来判断这个人。想想看，为什么一个大老板会把与比尔、盖茨握手的照片放在显眼的位置？因为能和这样的顶级富豪在一起，哪怕只是短暂的接触，也能极大地提升自己的形象和地位。这就是圈子的力量。富人深谙此道，他们总是千方百计地想要打入更高层次的圈子，同时也竭力维护自己圈子的纯洁性，不让那些可能拉低档次的人混进来。对于想要摆脱贫穷的人来说，改变自己的圈子是至关重要的。你必须意识到，始终混迹于穷人圈子里，你最终能混出多大的名堂？即便你有天大的本事，如果找不到合适的平台和机会，也很难真正施展自己的才华。但是，进入新的圈子并不容易，你可能会感到不适应，甚至遭遇排斥。这时候，你需要的是耐心和毅力。记住，任何一个成功人士在最初进入更高层次的圈子时，都曾经历过这样的阶段。关键是要坚持，不断学习和调整，直到你真正融入这个新的圈子。3、公司的束缚。很多人的命运似乎都与自己的公司紧密相连，特别是对于那些靠工资吃饭的人来说，公司的好坏直接决定了他们的生活质量。然而，这种依赖公司的思维方式恰恰是导致很多人贫穷的重要原因之一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首先，公司的收入往往是有限的，即便你在公司里表现得再出色，你的收入也很难与那些真正的富人相比。根据研究，在中国，
一般企业基本工资最高与最低标准相差仅为3倍左右，机关公司最高工资仅是最低工资的 4.28 倍，事业公司基本工资最高与最低标准相比只有 2.81 倍。相比之下，在西方国家， CEO 们的年收入可以达到普通员工的上千万倍。这种巨大的差距意味着仅仅依靠在公司里工作，你很难真正实现财富的积累。其次，公司的发展往往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。如果你所在的公司效益不佳，那么无论你个人多么优秀，你的收入和发展空间也会受到严重限制。当然，如果你有幸进入了一个好公司，特别是那些具有垄断地位的公司，你可能会过上相对舒适的生活。但是，这种舒适很可能会让你失去进取心，最终错过更大的发展机会。更重要的是，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，没有什么工作是可以让你依靠一辈子的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，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。现在，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，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。别忘了关注才知道，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助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曾经被认为是铁饭碗的工作，现在也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。因此，过分依赖公司，把自己的命运完全交给公司，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做法。那么，对于那些还在公司工作的人，应该怎么办呢？首先，你需要改变思维方式，不要把公司当作你唯一的依靠。相反，你应该把公司看作是你积累经验、拓展人脉的平台。利用在公司工作的机会，不断学习新的技能，结识更多的人，为将来的发展做准备。其次，你应该积极寻找公司之外的发展机会。比如，你可以利用业余时间做一些副业，或者投资一些项目。这不仅可以增加你的收入，更重要的是，它可以帮助你获得不同的经验，开拓你的视野。最后，你需要时刻关注行业的发展趋势，提前做好准备。如果发现公司的发展前景不佳，或者你的个人发展遇到了瓶颈，那么你就应该考虑转换工作环境了。记住，在职场上，主动出击总比被动应对要好得多。4. 年薪的陷阱。说到工作，就不得不提到一个很多人都向往的词——年薪。特别是对于40岁以上的中产阶级来说，一份丰厚的年薪往往被视为成功的标志。但是，你有没有想过，过分追求年薪可能正是让你陷入贫穷的一个重要原因？首先，我们需要理解机会成本这个概念。简单来说，当你选择一份高薪工作时，你同时也放弃了其他的机会。比如，如果你放弃了创业的机会去接受一份年薪10万的工作，那么你可能失去了未来赚取100万、1000万甚至更多的机会。其次，高年薪往往意味着高压力和高风险。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，没有什么工作是真正稳定的。今天的高薪岗位，明天可能就会因为公司重组或者行业变革而消失。如果你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一份高薪工作上，一旦失去这份工作，你可能会陷入更大的困境。更重要的是，追求年薪的心态本身就是一种穷人思维。真正的富人，他们的财富来源往往不是工资，而是投资、创业等其他渠道。如果你还在为一份不菲的年薪而沾沾自喜，那就说明你的思维方式还停留在穷人的层面。那么，我们应该怎么看待年薪呢？首先，我们需要认识到，年薪只是收入的一种形式，而不是唯一的形式。我们应该学会利用自己的工作机会，积累经验，拓展人脉，为未来的发展做准备。其次，我们应该学会用发展的眼光看待自己的职业生涯，不要只盯着眼前的年薪，而要考虑长远的发展。一份看似年薪不高，但能学到很多东西的工作，可能比一份高薪但没有成长空间的工作更有价值。最后，我们应该学会使我们的收入来源多样化。除了工资收入，我们还可以通过投资、副业等方式增加收入。
这不仅可以增加我们的财富，更重要的是，它可以帮助我们分散风险，增强我们的财务安全感。5. 鸡肋的困境。在讨论贫穷问题时，我们不得不提到一个很多人都面临的困境——鸡肋。什么是鸡肋？就是那些食之无味、弃之可惜的东西。在职场中，很多人就是因为舍不得这些鸡肋，最终错过了更好的机会，陷入了贫穷的困境。比如，你现在的工作可能并不理想，收入不高，发展空间有限，但是它给你提供了一份稳定的收入和一些福利。你知道这份工作不会让你变得富有，但你又不敢放弃，因为你担心失去这份保障。这种心态恰恰反映出一种缺乏自信的穷人思维。真正的富人，他们不会被这些鸡肋所束缚，他们有勇气放弃现有的小利益，去追求更大的机会。那么，面对鸡肋，我们应该怎么办呢？首先，我们需要客观评估自己的能力和市场价值。很多人之所以不敢放弃现有的工作，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缺乏信心。但是，如果你真的有能力，那么即便离开现在的岗位，你也一定能找到更好的机会。其次，我们要学会权衡利弊。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，同样道理，如果你总是舍不得放弃眼前的小利益，你就可能错过更大的机会。当然，这并不意味着你应该盲目冒险，关键是要理性分析，做出最有利于自己长远发展的选择。最后，我们要培养终身学习的习惯。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，只有不断学习，不断提升自己，才能真正立于不败之地。当你具备了足够的能力和自信，你就不会再被那些鸡肋所束缚。6. 帮人创业的陷阱。在职场中，还有一种常见的情况，就是有人选择帮助别人创业，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实现自己的财富梦想。这种想法看似不错，但实际上却蕴含着巨大的风险。首先，创业本身就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过程。据统计，大约 90% 的创业项目最终都会失败。如果你选择帮助别人创业，你就要承担着巨大的风险。其次，即便创业成功，你也未必能够得到相应的回报。历史上有太多这样的例子，当事业成功后，创业者往往会忘记那些曾经帮助过他的人。这并不是说创业者都是忘恩负义的人，而是因为新的事业需要新的人才和合作伙伴。你过去的贡献，在新的环境中可能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。更重要的是，选择帮助别人创业，你实际上是把自己的命运交到了别人手中。你的成功与否，不仅取决于你自己的能力，更取决于创业者的能力和运气。这是一种非常被动的状态。那么，面对创业的机会，我们应该怎么选择呢？首先，如果你真的对创业感兴趣，为什么不自己创业呢？虽然创业风险很大，但至少你可以掌控自己的命运。即便失败了，你获得的经验和教训也是非常宝贵的。其次，如果你不想承担太大的风险，可以考虑加入一个已经成功的企业。相比于刚刚起步的创业公司，成功的企业通常有更完善的机制、更优厚的条件，也更有能力重用和后代人才。最后，无论你做出什么选择，最重要的是要相信自己的能力。只要你是真正的人才，无论在什么环境中，你都一定能得到赏识和重用。在探讨贫穷问题时，我们不能忽视知识的重要性。很多人之所以贫穷，不仅仅是因为缺少金钱，更是因为缺乏正确的认知和思维方式。7. 心态的重要性。在讨论贫穷问题时，我们不能忽视心态的重要性。很多人之所以一直处于贫困状态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有一种穷人心态。什么是穷人心态？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。首先，穷人心态往往缺乏长远规划，他们更关注眼前的利益，而忽视了长期的发展。比如，他们可能会为了省下几块钱而放弃学习新技能的机会，
或者为了眼前的高薪而放弃了更有发展前景的工作。其次，穷人心态常常伴随着一种受害者思维，他们倾向于把自己的困境归咎于外部环境，而不是反思自己的问题。他们可能会抱怨社会不公平，抱怨机会太少，但却很少思考如何改变自己，创造机会。再次，穷人心态往往缺乏冒险精神，他们过于看重安全感，不敢尝试新事物，不敢投资自己。这种保守的态度使他们错失了许多可能改变命运的机会。最后，穷人心态常常伴随着一种自卑和自我设限的心理，他们可能会认为自己注定穷困，不配拥有更好的生活。这种心态会严重限制他们的发展空间。那么，如何改变这种穷人心态呢？首先，我们要学会长远规划，不要只盯着眼前的利益，而要考虑长期的发展。制定清晰的财务目标和职业规划，并为之努力。其次，我们要培养主人翁意识，不要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别人或环境，要相信自己有能力改变现状。即使遇到困难，也要积极寻找解决方案，而不是一味抱怨。再次，我们要勇于尝试新事物，要明白每一次冒险都是一次学习的机会，即使失败了，获得的经验也是宝贵的财富。最后，我们要建立自信，相信自己有能力过上更好的生活，并为之不断努力。记住，你的心态塑造你的现实。8. 行动的力量。说了这么多，最重要的还是行动。知识再多，想法再好，如果不付诸行动，一切都是空谈。很多人之所以贫穷，就是因为他们总是在等待，等待好机会，等待运气，等待别人来帮助他们。但是，真正的机会往往是自己创造的，真正的改变也必须由自己开始。那么，如何开始行动呢？第一步，设定清晰的目标。你想要达到什么样的财务状况？你希望过什么样的生活？把这些目标明确地写下来，并制定具体的实施计划。第二步，从小事做起。不要期望一夜之间就能改变一切，可以从一些小的改变开始，比如每天多学习1个小时，或者每月多存一点钱。这些小的改变长期坚持下去，就会产生巨大的影响。第三步，持续学习和调整。在实践中，你可能会遇到各种困难和挫折，不要灰心，要把这些视为学习的机会，不断总结经验，调整策略，直到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。第四步，寻找榜样和支持，找一些已经成功的人作为榜样，学习他们的经验。同时，也要找一些志同道合的伙伴，互相鼓励和支持。记住，改变不会一蹴而就，它需要时间和耐心。但只要你坚持不懈，终会看到结果。9. 消费主义的陷阱。在当今社会，消费主义文化无处不在，它悄无声息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。这种文化鼓励人们通过不断购买新产品来寻求满足感和社会认同，而这恰恰是导致许多人陷入贫困的重要原因之一。首先，消费主义助长了享乐主义和及时满足的心理。在这种心态的驱使下，人们倾向于将收入大部分用于当前的消费，而忽视了储蓄和投资的重要性。他们可能会为了最新款的智能手机而花光工资，却没有考虑到未来可能面临的财务困难。这种短视的行为模式使得许多人陷入了月光族的困境，每个月工资刚到手就花光，根本无法积累财富。其次，消费主义常常与攀比心理相伴而生。人们不再满足于满足基本需求，而是不断追求更高档、更奢华的生活方式。他们可能会为了在朋友圈中体面，而购买超出自己经济能力的商品。这种行为不仅会导致不必要的经济负担，还可能引发严重的债务问题。更值得警惕的是，
消费主义文化往往会让人产生一种错误的观念，认为通过购物可以解决所有问题，包括情感上的空虚和生活中的压力。这种零售疗法看似能带来暂时的满足感，但实际上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，反而可能导致更严重的财务困境。此外，在消费主义的影响下，许多人忽视了真正有价值的投资。比如，他们可能会花大量金钱在快速贬值的消费品上，而不愿意投资自己的教育或技能提升。这种行为模式极大地限制了个人的长期发展和收入增长潜力。那么，如何摆脱消费主义的陷阱呢？首先，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消费习惯和价值观，要学会区分需要和想要，优先满足真正必要的需求，而不是盲目追随消费潮流。其次，培养财务意识和储蓄习惯至关重要。可以尝试制定预算计划，合理分配收入，确保有一定比例用于储蓄和投资。我们应该将更多资源投入到个人成长和技能提升上。这些投资虽然可能不会立即带来回报，但从长远来看，它们能够显著提高我们的收入潜力和生活质量。最后，要学会享受简单的生活乐趣。真正的幸福并不源于物质的堆积，而是来自于健康的人际关系、有意义的工作和个人成长。当我们摆脱了消费主义的束缚，我们可能会发现，生活中最美好的东西往往是免费的。贫穷是一个复杂的问题，它不仅仅关乎金钱，更关乎思维方式、知识储备、行动力等多个方面。要摆脱贫困，我们需要从多个角度进行努力。首先，我们要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，不要被环境所限制，要敢于突破自己的舒适圈，接触新的圈子，学习新的思维方式。其次，我们要不断学习新知识，提升自己的能力。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，只有不断学习，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。再次，我们要勇于行动，不要总是等待机会，而要主动创造机会。记住，机会总是青睐有准备的人。最后，我们要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，相信自己有能力改变现状，相信只要努力就一定会有回报。改变贫穷的状况并非易事，它需要我们付出持续不断的努力。但是，只要我们坚持不懈，就一定能够看到希望的曙光。让我们共同努力，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。因为你的未来掌握在你自己手中。愿你我都能在这个复杂的世界中找到自己的位置，不断成长，不断进步，最终实现自己的价值，过上真正富足的人生。无论年龄几何，只要我们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，努力奋斗，相信总有一天，我们能够摆脱贫穷的困扰，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